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重磅，美国财政部把香港列入制裁名单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叫 OFAC， FAC 7月20号，记录是7月20号。正式把香港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下一步就会公布什么呢？对香港制裁的具体的名单和这个制裁等级。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打击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和机构还有实体。那么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 OFAC FAC 的网站制裁项目，它有一个这个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呢，它有一个整体的，就是整个财政部对这个制裁的清单那么这个清单完整的记录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制裁对象那么香港是7月28号列入这个名单但是呢，它的这个列入名单呢就没有明确的制裁的项目和制裁的对象。但是他在那个介绍的时候是基于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3个法律，我们之前讲的香港人权法、香港这个叫香港自治法等等这3个法律和总统的行政命令那么这个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呢，它有不同的制裁计划，它的制裁可以是全面制裁，也可以选择性质制裁，也可以用资产封锁和贸易限制来这个实现财政部的一个目标安全那么我们从猴子变人讲这个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这是财政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财政部是通过这个办公室来实现美国对外的制裁的那么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成立的叫外国资金管制办公室 FFC 那么当时正在打二战整个战争期间 FFC 由这个财政部长的管理，它成立的目的是防止纳粹德国利用这个占领国的外汇和证券防止这些资产被这个强制遣返。后来呢，这个管制呢就扩大到保护所有被侵略的国家的资产。那么美国正式加入二战之后 ，FFC 呢通过冻结这个美国和这个日本的资产，禁止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阻止轴心国在这个战争中这个经济的作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主要是进行这个经济制裁OFAC 是1950年12月正式成立就财政部成立一个这个办公室主要的职能是根据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目标和盟友对目标国家、政权、恐怖分子、毒品贩子那么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反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造成威胁的，实行经济和贸易制裁那么它的法律依据美国每一个政府部门，它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法律依据，它的法律依据就是一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另外一个就是与敌国贸易法案那么 OFAC 的一些制裁得到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授权。那么这就是这个机构的背景那么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它的制裁对象有3类名单第一类名单就是最经典的名单，叫 SDN 中文是被特别指定国民和被禁足者名单，这是最重要的制裁名单。
那么这是第一个类啊，叫 SDN， 第二类叫综合制裁名单，第三类叫其他制裁名单。那么现在香港是在哪个制裁名单上？现在它没有说明啊，没有说明。那么有可能，最大可能性是什么？最大可能就是 SDN 啊 ，SDN 是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主要的模式啊，主要的模式。那么它把 SDN 呢，它根据它的制裁范围分为2级，一级制裁和2级制裁。一级制裁规定什么呢？规定有4条规定。第一个，美国人士啊，美国人士指的是什么呢？美国公民、绿卡、美国的实体和组织，就是美国人士啊，美国人士不得与 SDN 进行任何交易，就是所有美国的公民也好，绿卡也好，这个实体就是公司了、企业了，还组织不得和这个 SDN 上面的任何一个人进行任何的交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冻结 SDN 拥有或者控制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涉及交易啊，就如果交易涉及就美国人士，那么这笔交易的资金就可能被冻结。就是如果你如果是美国人士，我刚才讲的美国人士啊，涉及到这个，如果他们 SDN 的交易涉及到美国人士，那么这笔交易就会被冻结。第四，如果不涉及美国人士，就这个交易是不涉及美国人士，那么涉及交易的实体就可能会被实施2级制裁。那么2级制裁是什么？2级制裁就是包括针对行业的制裁，以及针对特定个人或者实体的制裁。他们要不是针对这个行业性的制裁，你比如说像华为啊，华为它的芯片啊，芯片其实就是所谓的行业啊，针对特定行业的制裁啊。那么有3条，第一条，受制裁的对象的指定行业的现有的交易要适当的处置，对新的交易要审慎开展，但力度就跟第一级制裁就完全不一样啊，要适当的处置这个交易啊。第二个，金融机构需要避免与受制裁对象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尽量避免啊，需要避免为他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其实2级制裁也是很厉害的，因为金融机构不为你提供金融服务啊。那么它的制裁规则是什么呢？有个50%规则，只要任何一个个体或者多个个体直接或者间接持有50%以上的财产或者财产权益，均被视为受制裁实体。就是如果你是被制裁的，你持有这个实体或者是一个财产或者是财产权益，只要超过50%，这个也属于被制裁的实体啊。不管它是不是已被纳入名单，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株连啊，株连九族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OFAC 每年都会全面审视这个清单啊，那么会从里面移出去一些清单，然后又会加入一些清单然后违反 SDN 制裁分为2个措施，2个处罚，一个叫民事处罚，一个是叫刑事处罚。民事处罚属于这个严格的责任判定啊，只要你违反了措施，就会受到惩罚，不管你有没有主观意愿，就是你不是故意的，你不小心碰到了，就会受处罚啊，这就是属于叫责任判定啊。那么民事处罚包括2个方面，一个方面罚钱、罚金啊，这个25万美元或者是交易金额的2倍，最高的那个，所以就要么是2倍，要么是25万美元，这是每个啊，就是美中交易，就是涉及的美中交易，不是所有的交易啊，美中交易啊，
只要发生了交易，每宗交易25万美元，或者是交易金额的2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违规的主体啊，我说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啊，可能被列入 SDN 的名单，就你也可能被惩罚啊，被放到那个名单里面去，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包括什么呢？罚金100万美元，或者交易金额的5倍啊，这是第一个，取最高的那个。违法的自然人或者违法实体，最高的相关的高管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这是个很厉害的这个惩罚啊。2019举个例子，2019年2月14号 ，OFAC 宣布啊，这个德国有一家公司叫艾普利Applicam， 因为违反了这个古巴资产管理条例，按民事处罚规则列入 SDN 名单，被处以551万美元的处罚。然后2012年5月到2016年2月，艾普利完成了304项销往古巴的订单，价值343万美元。所以一旦被 OFAC 列入 SDN 的清单，企业就没办法使用美元的，也不能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不能和美国的企业进行交易往来，也不能和美国企业的下属机构甚至合资公司往来。其实它是个非常严厉的惩罚啊，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你可以看到美国财政部第一步把香港放到这个惩罚清单，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讲清楚它是哪一类的制裁啊。那么下一步就会是什么？下一步就会公布3件事情。第一个，惩罚是在哪个清单上啊？在哪个清单上？然后在哪个清单上采取什么样的惩罚级别？是1级惩罚还是2级惩罚？我估计最大可能性是 SDN 的啊。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就要公布什么？受惩罚的对象啊，对象包括高官，包括什么高官呢？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高官，也包括香港的高官。我们讲的这个惩罚，现在讲的是虽然把香港特别行政区放上去，但是其实讲的是一个议题，涉及的人可能涉及到中国和香港的高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性的机构就是政府部门，哪一些政府部门在做的这些事情，会损害香港的自治，打压香港的这个追求民主的这个运动，这是机构啊，政府部门。第三个实体，就是哪些企业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么很多金融机构会变成其中的一个清单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些网友说，哎呦，怎么还没开始？耐心等待啊。美国做事情，它有它的程序啊，它有它的程序。那么我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讲到啊，这个金融管理局的以前的总裁叫任志刚，现在是行政会议的成员啊。那么他昨天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他这么说啊，我完整的表述一下，因为后来节目以后有网友在问我这些事情。他这么说，他说香港过去分别面对社会动荡、新冠肺炎和中美关系恶化的3个冲击。就美国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先后撤销香港特殊待遇和多次威胁采取制裁。任志刚说啊，他对川普政府的言论感到不安，并且关注 upset and concerned 啊。那么即使香港面对不同的挑战啊，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仍然有大量资金流入香港啊，这是他说的啊。而本港的金融系统仍然稳健，但是他强调
不可以低估美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例如限制美国投资者投资中国，或者是中国融资集资，那么形容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啊。他希望美国不会对香港采取制裁措施，而针对特区政府或者限制香港兑换美元，更是核弹式的武器啊！而且，如果美国不承认特区政府持有的美债，那就相当于违约啊！这个我不相信会发生。他估计美国会更大的机会是列出个人和企业清单加以制裁，的确会带来不便影响，但是他说影响有限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陈述啊。那么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呢，他一步一步的把这事情开始落实，这本身呢它是有程序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呢把这个事情拉长来做，其实就是施压的一个策略啊，施加压力的策略。为什么？香港这边其实在持续的发生一些变化。什么变化？我们所有人都知道9月6号香港立法会会进行一场换届选举啊，那么特区政府在憋着做一件事情，就是改期或者延期啊。那么现在有消息说这个特区政府准备延期1年啊，而且要这个人大常委会做一个决定，进行这个司法解释，那么避免出现这个司法复核啊，因为香港有一个司法复核的动作。司法复核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政府做一个决定，如果任何一个市民，如果你认为这个决定是违宪了，那就违背基本法。如果你违背了基本法，我就可以去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法院接受你这个诉讼之后呢，你这个行政命令就要停下来等待法院进行一个裁决。法院如果裁决说你这个政府是违宪了，那你这个政策就要取消啊，这就是香港的一个所谓的司法网，保护香港维持一个正确轨道进行。所以我们经常讲，司法是什么？司法是一个社会的最终的这个正义的底线，维持一个社会正义的底线就是司法。你去法院控告就好了。那么他现在的做法，特区政府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啊，进行释法啊，叫法律解释啊，做一个法律解释，说什么呢？说特区政府有权把立法会延后，那么特区政府再根据这个司法解释来进行做一个决定，这样就避免出现什么呢？避免出现这个司法复核。但是如果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再进行这种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基本法的破坏啊。人大常委会每一次对基本法的司法解释啊，都是对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啊，对香港的高度自治的一个冲击啊，每次都是每次都是如此。那么现在的消息是这么说，他说由于这个信息被泄露了，所以现在还不好说啊。林郑月娥可能会在8月初才宣布这件事情啊，那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特区政府的想法是推迟1年，然后让现有的立法委员继续做立法委员。你觉得荒谬吗？非常的荒谬。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这个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任期就是4年，那凭什么让他多做1年呢？香港市民投票的时候就是让他做4年，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让他延长1年呢？这都是违法的，这全部都是违法的。就是特区政府现在在做这个什么呢？做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如
如果他把这个选举往后延1年，意味着整个的香港的这个政治架构就咔嚓就崩溃了啊，崩溃了。那么根据基本法，除了第1届以外，规定每届立法会任期是4年。那他说是行政长官可以要求立法会召开紧急会议，这是有这个基本法有这样的规定啊，由原任议员履行立法会议员职务啊。那么他可以要求特首啊，行政长官啊，有权押后14天，就是他只可以押后14天。那么这个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就在说，他说他可以不断循环的押后14天，不就押后1年了吗？那么你觉得一个政府能做这种事情吗？那香港特区还存在吗？啊，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行为啊，因为他们在破坏，自己在破坏现有的政治架构啊。立法会呢，现在的就下一届9月6号进行的立法会选举，我们刚才讲的全部都是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只是传言啊。那么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就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到星期五就31号结束啊。那么选举委员会收到了18份提名表格啊，那么总共累计有132份提名表格啊。那么这是情况。那么刚才讲到，特区政府可能会请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司法解释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什么时候开会啊？那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9号即今天举行，会议决定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8月8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那么委员长会议建议21次人大常委会审议它的议程是有几个草案，审议这几个草案：城乡维护建设税草案啊，契税法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动物防疫法草案，著作权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订草案，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国际法修正草案，国徽法修正草案。那么还有一些是国务院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还有预算执行报告等等这几个草案。那么从审议的议程来看，这个会议这21次人大常委会没有跟香港有关的议程，但是这也不排除临时增加，就是我刚才讲的释法的这个议案，因为上次港版国安法就是这么干就是这么干。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关于香港的主要的议题。那么香港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特区政府，我认为整个特区政府的运作已经乱了套了就是说，当他说其实呢，香港人有预期，就是什么预期呢？就是特区政府包括中联办、港澳办这个1+2这个他们肯定会在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的事情上搞出一堆的事情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选举结果，所以他们会做一系列的动作，其中包括延期延期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来，特区政府会干1、2、3、4、5、6、7、8、9、10，其实包括DQ 就是取消选举资格，取消大批的这个
报名的这个民主派的这个候选人的资格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在做。那么国际的反应是怎样啊？国际的反应，美国和澳洲不是开这个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的会议啊？那么外长会议在会后的声明，其中提到啊，他们提到支持香港人在9月6日举行一次真正的自由、公正、可信、和平的立法会选举啊，这是美国跟澳大利亚，然后英国外交部，外相，英国的外相和中国的外长王毅通电话，英国外相说，向王毅表示，英方密切留意香港9月份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啊，就是先打招呼，我正在看着啊。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啊，只密切跟进立法会选举前夕的香港政局发展，强调至关重要的是选举要体现基本法保障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啊，这就是国际的影响啊。那么跟中国有关的，其实今天的新闻就非常的多啊。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美国开始调整全球的兵力部署，当然是针对中国啊，它顺便烧上了俄罗斯啊。那么先说调兵啊，调兵这个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啊叫奥布莱恩说美军必须以远征军的姿态靠前部署，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军舰、军机在中国周边活动会更频繁。那么他强调，这是一个调整啊，他这么说，他说为了反制中国、俄罗斯这两个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军必须更加靠近前沿，以及更加具有远征军性质的姿态部署海外。他说呢，冷战时期将大部分的部队驻扎在德国啊，这种大型基地的做法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远征的性质，作战平台讲求远程、有弹性和有耐力啊。美国和盟友在印太方面面对冷战以来最显著的地缘政治的挑战。然后呢，美国总统川普早之前决定把这个德国的驻军从34500人减到25000人，那么中间的95000人会调到欧洲和其他地区，另外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会调到哪里去？调到这个日本、澳洲、关岛、夏威夷、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啊。那么这个做法，这个战略和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完全不同。奥巴马时代的战略是什么？后撤啊！我举个例子，就朝鲜半岛啊，美军司令部原来是在前面，就这38线啊，美军司令部在这里，韩国军的司令部在这里，奥巴马把这个美军司令部一下撤到这里来啊，就撤到后面后撤，这是他有撤后撤有后撤的道理，但是奥布莱恩讲我们不行，我们要到最前线去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的联盟啊，当然最紧密的还是五眼联盟啊。那么最紧密的五眼联盟最积极的是谁？澳洲。为什么？你看在五眼联盟当中，最积极的回应美国的这个号召的就是澳洲。澳洲他的外长和国防部长飞到美国，跟美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进行会谈啊，星期二啊，那么谈了很多合作，但是真正的合作是什么？真正的合作几个美国出钱，
在这个达尔文，在澳洲的达尔文建立这个军事燃油储备库啊，军事燃油储备库啊。然后达尔文是澳洲空军反潜机队的基地，同时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澳洲的基地，所以他在那里建一个什么？建一个军用燃油储备库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储备库是可以做美国的一个补给线啊，美国一个补给线。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为什么澳洲这么积极，因为在南海争议上面，澳洲是最近的一个五眼联盟的国家，所以你看澳洲，当然还有一个新西兰，但新西兰跟澳洲比还是澳洲比较大一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星期二，美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澳洲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进行合作，然后进行会谈，会谈之后出来讲美国和澳洲的这种军事盟友的关系啊，整个的政治的合作、军事的合作等等啊，所以非常明显的是什么？明显的，美国在和盟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已经开始全面的展开啊，全面的展开。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很善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啊，所以我相信下一阶段你会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美国的这个盟友啊，这是下一步会发生的事情，好吧？那么现在我看看会后的这个联合声明我就不念了，就是两条，第一条我们要建立军事联盟，第二条我们要建立政治联盟，就这两条，没有别的，目标就是中国啊。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其他我们就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不想每天都超时。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控制中心控制办公室把香港列到制裁名单啊，那么是7月20号啊，7月20号的行动。那么这个制裁名单它还没有具体的内容啊，那么具体内容它会逐步的公布出来。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在香港议题上的行动开始进入了实质的阶段有网友很着急，那不着急，一步一步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开始全面推动它的盟友战略啊，就是和其他的盟友建立针对中国的一个政治、军事其他的战略联盟啊，这个联盟正在发生啊。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为了提高效率，3个情况、问题、观点。我们前2天的在线的网友就少了一点啊，少了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通知来的有点晚，就是我们通常发出去，在脸书和推特上发出去这个直播的这个通知的链接，通常会在提前15分钟或者10分钟。那么最近2天发的有点晚啊，我之后会尽量的改善，就尽量早一点发出去。但有的时候我有担心太早呢，它又会死机啊，所以我大概尽量控制在10分到15分钟的时候。所以请大家关注我的脸书账号和这个推特账号，就算你没有收到通知，也请你通过这2个链接来参加我们的直播。直播对我们很重要，2点。第一点，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互动，还有很多的网友呢，有很多很棒的、很真知灼见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尽量的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那么不要因为这些技术问题影响了大家参与。另外，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和你们的小铃铛有没有点亮，好吗？OK。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呢，就先明谢一下啊，特别明谢一下，这里我特别要明谢一下什么呢？字幕组字幕组呢，过去一段时间非常无私的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努力那么我这里特别明谢 Tina 国人 John Ma Festival 特别是这个 Tina 的工作量很大那么感谢他们为节目多付出的这么多的时间和辛劳。大家要知道，我们做每一期字幕大概的校验时间大概需要三个小时，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感谢那么另外呢，我也想这个呼吁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如果能够伸把手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招募字幕组的成员，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这个反馈邮箱发一个反馈邮箱，发给我们的反馈邮箱报个名。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更多的网友参与，就不用把这个工作量压到某一部分这个字幕组的成员身上，因为这的确是非常的耗时，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有兴趣的网友发个邮件来报个名，好吗？谢谢。观点之前王先生请大家提建议，想一想感谢字幕组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把字幕贡献者的 ID 放在影片的前面或者结尾，类似电影的明谢那种。怎么放我不知道怎么放ID 吗？ ID 我们要征求一下字幕组的意见就是我们现在字幕组呢，我们每个节目下面的每个视频下方的说明当中，我们都会注明这个字幕是谁做的是根据他们想要的这个署名来的那么 ID 我要问一下大家想不想放 ID？放到视频的前面，我不知道怎么放我是想想看好吗？谢谢好，明谢张涛，谢谢。昨日听说先生是补贺，谢谢Jack Lau， 谢谢。984 degree， 谢谢。Hi sir，Lassi is a yogurt-based beverage with water。Spices and sometimes fruit， 好的，谢谢。Lacy， OK， 梦之幽记，谢谢。Ann Kong， 谢谢。birthday blessing， 王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吉祥如意，有愿当成。好，谢谢。Sophie 萌，谢谢。Little Lamb， 谢谢。Jason 上，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昨天忙得手忙脚乱，今天补上，谢谢。阿雅 H， 谢谢。天文王先生生日，特意赶来祝贺，聊表心意，感谢谢谢归人111，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提问：如果禁用了美元，但是他们如果使用其他币种，英镑、日元，是不是制裁无效了？好问题。为什么美国可以用这个叫什么？用禁止你使用美元作为一种制裁？原因是因为美元是所有国际贸易的交易货币，或者叫结算货币。就是说我把东西卖给你，你会给我美元。你说你给我英镑可不可以？我通常不会收。为什么？因为我可能要买别人的东西，他是收美元的，他收美元，我必须收美元。如果我收的是英镑，我还得去换成美元再给他，那我可能面对汇率风险或者汇兑损失。所以通常呢，大家都用约定俗成。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我们只用美元，就是我卖东西给你，你必须给我美元；我买他的东西，我必须付美元。这就是结算货币的用处所以大家全部都是这么做，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汇率损失。如果他如果使用别的货币行不行？当然行，但问题是你要看你的交易方愿不愿意接受。
通常他都不会接受。所以对他来说，所以美国才会成为美元结算才会是一个制裁工具啊，原因就在这里，好吗？那么所以你不让他用美元，他会非常不方便，他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出现很多的损失啊。Jackie Lau， 谢谢美西辛苦，谢谢你啊！自己的院子，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昨天没来得及祝贺，请你吃一块素提拉米苏啊！好，谢谢鱼滋滋滋，谢谢王舍生日快乐，祝福迟到了，希望节目越做越好，随心啊！谢谢啊 ，King Tim Lee， 谢谢啊 ，Law in Law， 谢谢，祝王老师生日快乐，阖家安康，谢谢。张世佳，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人在美国，一方面希望 CCP 赶快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又担心在墙内的家人生活过得不好，内心十分矛盾，不知道朝代更替的日子要多久。你这个话呢，一看就是被中共说动啊，就说CCP 成为历史，家人会过得更好。如果 CCP 成为历史的话，你的家人会过得更好 ，OK？ 南丰源 Hiroko， 谢谢 Daisy Chan， 谢谢，祝您生日快乐。Win 世枪，谢谢王舍，请你饮一杯香港的丝袜奶茶，谢谢秋桑，谢谢王老师，后面开了一扇窗，也为我们开了一扇了解普世价值的窗，谢谢。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观点：自从国安法公布，林郑的语言逻辑就都迅速 CCP 化，嘴脸可恶。我比较吃惊的是，受西方教育的林郑会如此毫无廉耻。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变起来都是很快的啊。就说你看林郑其实是英国人训练出来的啊，英国人训练出来的就是做这个政务主任出身。香港所有的高官都是从政务主任开始做，就最基层的政务官、事务官，然后再做上来啊。那么他是一手被英国人训练出来的，那么你看几年时间，马上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人的变化是很快的。那么有些人讲啊，中国人这个素质不高啊，你看看这个为什么能够享有民主啊？所以我经常讲，你去看一下台湾，蒋家父子在台湾实行的白色恐怖，跟现在大陆也差不多啊。但是你看台湾人追求民主，马上他们民主实现之后，马上整个社会气氛完全不一样。他们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区别，他们的生活条件、生活素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跟大陆没有区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再被共产党洗脑啊！只要愿意奋斗，只要每个人都付出努力，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啊！提问：如果立法会选举从9月份推迟，那么海外香港人组织选举海外流亡立法会就有了合法性。而从美澳的表态来看，似乎西方有承认流亡立法会的意向。王先生怎么看？我乐见其成。如果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这是个好事。为什么？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有价值的啊，所以我乐见其成啊。情况：19岁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刚刚于住所被国安队人员以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拘捕，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首次有人被上门拘捕。这西方国家应该好好的看一下这些新闻啊！港版国安法真的是来了哈。提问王老师，请您分析一下目前的 CCP 党内是否还团结，或者说红色家族是否会联合起来为保住海外3万亿美元资产向美国妥协？美国两党是否可能重新与 CCP 达成新的共存协议？谢谢。我们先说后面这个，美国两党是否会
重新与 CCP 达成新的共存协议，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骗了别人10几年，别人终于搞明白了，他还会相信你吗？我觉得不可能再，美国人不可能再相信中共的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党内是不是还团结？中共党内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中共党内呢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但是中共党内的行为逻辑呢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啊。中共党内的复杂在哪里？中共党内的复杂在于它有各种各样的势力，不同的势力同时存在，比如说元老势力，比如说红二代势力，比如说这个退休的这些高官的势力，各个势力，包括他现有的这个权力，他也分成不同的这个人脉啊。我尽量避免用派系，因为什么？中共党内没有派系，我们通常讲的派系是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叫派系，但是中共党内没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他们政治取向是一致的，他们只有一个政治取向，保住政权，保住权力，他们只有共同的政治取向。至于怎么保住，没有别的意见，听上面的那个，上面的权力最大。他们所以在中共党内没有派系，只有人脉。比如说江系，比如说胡系，老胡下面的一票人，老江下面一票人，习下面的一票人等等啊，他这有不同的人脉，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什么？就一件事，跟路线没有关系。说啊，你这个路线不对，我要取代你，我用我的路线来，不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的争斗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权力，争权夺利。所以呢，中共党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是这种人脉关系非常的复杂，就是有这种元老的人脉关系，有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有同学，有战友，有朋友，有亲戚，有老婆家的，有这个谁夫家的等等，各种关系非常复杂，这种人脉关系非常复杂，就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复杂，这是第一个。但是中共党内的这个逻辑又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就是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争权夺利，所以他们党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从中共建立，不是建政，从中共建立到现在，中共党内的这种权争，你死我活，而且他们的逻辑，他们的这种争斗的这种模式，完全丛林法则，就是以肉体消灭为最终手段，就肉体消灭，打不赢我就直接把你杀了，政治斗争不行，我就直接把人给灭掉。他们就是一群这样的人在这里，所以他们能不能团结？他们团结是暂时的，争斗是长期的啊，持续的，团结都是暂时的，最终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坐到那位置上。为什么？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啊。那么红色家族会不会联合起来保住这个海外的3万亿美元的资产，向美国妥协？红色家族的联合本身这件事情不大现实啊，我不觉得它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除了我讲的人脉之外，其他的属性呢，都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纽带，就是其他的属性，除了人脉之外啊，除了他们的人脉，因为人脉是有政治属性，那么其他的属性，所谓的红二代也好，所谓的红色家族也好，他们这些属性都没有强烈的政治纽带。所以你是刘少奇家，你是邓小平家，你们两家有共性吗？他们唯一的共性就是红色家族，他们之间会联合吗？我不觉得，他必须在同一个人脉之下，他才会联合。这种属性没有太强的政治纽带关系，所以
这都是外界为了分析中共的内部来贴上的各种标签，方便说明而已。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这些标签并不能够形成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好吧？观点8964不是改革的起点，而是民主改革失败的表现。封建专制对思想开放的恐惧和打压，一个封建王朝掩盖其独裁专制的一系列谎言的开始。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可以看中国历史啊，永远在十字路口，永远是选择那个最坏的路来走。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这么发生，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一直包括中共，我们不往前走，我们去看中共，中共在所有的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都是最坏的啊。二战之后啊，中共建政一面倒向苏联啊，等等，后来又跟苏联翻脸，然后等等等等，只有一个决定是对的，就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的。只做对了一件事情，但是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只是一个，他有点像1978年的改革开放，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长征啊，有点像当年的长征，就是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实在是没饭吃，撤吧，逃吧，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到8964，你看越南也发生过暴动，农民暴动之后，越共洗心革面，说我们得改革，所以现在你看越南的改革蔚为大观啊，所以中共你看发生六四根本不是农民暴动，是学生和平请愿，结果开枪镇压，所以在一些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中共选择的道路都是最坏的啊！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中共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一个政党，极端自私、极端狭隘、极端残酷无情的一个政党。他们以政党的利益高于所有的一切，以个人利益，他们个人其实是服从于政党的利益的啊。那么以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民，高于国家，所以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放在政党利益之下，所以他会做出我们现在看过去都是最坏的选择，原因是他把政党利益放在最高位啊，这是他的选择的原因啊。观点，从香港的镇压回想到当年所谓的拉萨叛乱，从早先的藏独、台独到后来的疆独、港独，其实中国所谓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统一问题都是表象，其本质是共产党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独裁，是对任何独立和反对思想的压制，非常正确，我同意这个观点啊。观点，人类的未来并不一定是美好的。这也是为何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为自由和权利进行不懈的斗争。如果我们在这场较量中输掉，漫漫长夜就会来临。我们有责任肩负起保护自由文明的使命啊！非常好的表达，非常棒啊！提问：现在国内舆论好像没那么封闭，有些墙外信息也在国内发布，但是底下一堆小粉红附和。请问是不是现在 CCP 是不是高度对民众洗脑控制了，所以不太担心，反而还可以借此团结民众？大家不要以为那是一不小心漏出去的，那都是有安排的，都有意图的。你要想一下，一堆的人坐在那儿拿着工资，天天在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会出现很大的纰漏吗？出现很大的纰漏的可能性很小，多数的情况是一个个局，那都是一个个局啊。中共在舆论控制上面花样翻新，各种策略，包括我们聊天室的这个五毛啊，那
进化的很快，迭代迭得很快的，这些五毛迭代迭得很快的，所以你总是会低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用心，你永远都会低估。所以呢，尽量的像我一样，尽量的敏感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一不小心会伤及无辜啊。伤及无辜的原因是我不想被骗啊，我不想被他们忽悠，所以有的时候会伤及无辜啊。这里也特别道歉啊，特别道歉。但是我真的不是跟网友们有仇啊，不是的啊。就有的时候会下手一下子没看对啊，看差了也有可能，因为我实在在推特上的时间真的不太多，有的时候过得很快，大家不知道我看推特有多么快啊，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差啊。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观点，很多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说需要明智，但实际上民主根本不那么复杂。大家去看一下最基层的民主。在美国，高中有学生会的竞选，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市和郡里都有教育委员会、市长、郡委员会。当你从最底层、最小处看，民主并不是遥不可及。国家层面的民主只是范围的不同，没有质的不同，非常正确。民主最重要的是什么？民主最重要的是民主的意识和民主的思想，就是要知道有一些前提在前面啊，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拥有平等的权利，不可以作恶等等，很多前提在前面。当你从这些事情每件事情都真实的发生的时候，你看到的选举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啊。提问王老师好，有个有点幼稚的问题想请教。最近国内热播《30而已》里面的人背着价值百万的名包，住着过亿的豪宅，联系到身边同事使用花呗分期去消费 Lemmer、LV 这种高档品牌，一边痛苦还债，一边维持小精致，住着合租房，语言之间大多数豪宅名车。我认为同事们这种行为和官方推行的这类影视剧大 V 引导有关，官方是不是故意推崇拜金？那中国的拜金主义不是现在才发生啊，中国的拜金主义从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非常明显的在发生啊。当然中国有另外一样东西，中国对于人类来说像鸦片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权力和金钱其实是在中国的两个硬通货啊。那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又不同啊，权力比金钱大，因为只要有权就会有钱，那有钱不一定有权，所以权更大一点。那么当然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权是遥不可及，它是被权力压制的人群。那么在这个现实当中，你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当中共把整个国家掏空之后，把传统的、不传统的、普世的所有的这些观念全部扔掉，装进去中共自己的中共的那套东西之后这套东西不为那是个完全不成立的东西。我不说它好还是坏，本身它就不成立。它不成立，往里面装到大家脑子里，但是大家完全都不相信，连他自己都不信。好，结果的是什么？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叫三观出现了真空。三观出现了真空，因为其他东西被他扔掉了，批判掉了，全部抹黑掉了。那人总是要有价值观的，那你衡量一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那就没有别的了，就是钱了，要么就是权。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没有权，那只能是用钱。所以钱就成为中国社会衡量你的身份、你的位置、你是谁的唯一的标准。官员不同，官员是唯一的标准是权，你的岗位，你有多大权力啊？所以这个社会就慢慢的变成什么？变成权和钱腐蚀的一个社会。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那就是用钱来衡量一切，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拜金主义在中国不是今天，也不是10年，也不是20年，已经好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就开始盛行拜金主义。提问：中国的红二代已经不愿意接班了，有很多人用脚投票到自由世界生活，是不是击鼓传花马上要停止了？有没有人愿意接停的那一棒？那么习保卫的政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一个意见啊，说红二代已经不愿意接班了。那习近平你到底红色江山要传给谁呢？我觉得这个看法我不大同意啊。是的，有很多红二代已经去海外了，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些去海外的红二代是什么红二代？通常是靠边站的红二代，就是没靠近权力中心的红二代。大家要记着，权力中心附着着一大堆的人啊，有核心层，有外围，有外围的外围，有外围的外围。那么当然中间也有红二代啊，有红二代的，而且大部分红二代都在权力中心的附近啊。那么有一些红二代跑到海外去，是贴不上去的人跑到海外去了，贴得上去的人都会往上贴。为什么？利益实在太大了，中共这些人，他们加入中共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好处。包括红一代、红二代，他们在中共的里面吃香的喝辣的，他为什么要放弃？我不相信他们放弃。我觉得那只是有学者提出来啊，这么多红二代跑到海外去了。我跟你讲，只要一声招呼，他们全回来了，你信不信？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权利，最烂的权利也是权利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大家你往前翻，我们有个节目讲什么独山县啊，借了几百个亿，一个县借几百个亿盖了一栋房子，你想想这个县委书记得贪污多少钱，就这个概念。所以在一个县委书记可以贪污这么多的钱，你想想看，往权力中心靠得贪污多少钱，能拿到多大的利益？你觉得他们远走他乡是因为对权力没兴趣吗？不是的，他够不着，没理他，没搭上关系。你看看，就是你们要知道，这些人脑子里天天装的是什么？谁跟谁认识，谁跟谁关系，我怎么去怎么搭上这个？在中国的越接近这个权力中心的人，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这些事情。所以中国的事情能办好吗？中国事情办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才能坐到这些位置上面去啊。请问 CCP 现在搞的一带一路和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有什么区别？我们是答过这个问题。两条，马歇尔计划的钱是不用给的，就是马歇尔计划是援助，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借钱给你，我帮你把这事办了，你要还钱给我的，这两个本质的不同。好吧，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啊，我们下面鸣谢一下孙兔，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 ，Happy， 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 ，Patrick 长，谢谢 Daniel 梁，谢谢曾明奇，谢谢，请王老师喝茶。荣梅，谢谢 Larry 薛，谢谢 TT， 谢谢，祝王老师生日快乐，希望明年的生日一定会变得更好。好的，谢谢。Evans 梁，谢谢王生生日快乐，请王先生喝一杯香港的鸳鸯，谢谢 Alice 杨，谢谢，补祝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 Jamie 黄，谢谢 Yokiko 卡基达，谢谢天马行空天马，祝王先生生日快乐，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啊 ！OK， 生日快乐，星空天马与王先生同天生日，很开心，也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手机 Okita，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了，再见。